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2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每日财经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脱钩战略，川普有新动作中国留学生有麻烦了那这个新闻呢，跟我们很多的留学生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关注。这条新闻其实从今天下午开始就在网上在流传那么我们今天讲讲先说新闻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然后禁止科技公司和社交媒体进行审查。然后呢，记者就问他中美贸易谈判的事情时候呢，川普就说明天我们开记者会谈中国议题然后他又说我很不满意我对川普就是个复读机我对这个对中国很不满然后这个中国疫情影响了全球186个国家反正他是的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他很不满他就不断的在讲这件事情那么明天呢，川普会开一个记者会，那么我相信会有重大新闻，应该它是一个他的中国政策的一个宣示说明什么呢？说明几点第一个，川普急于在中国议题上取得选民的认可和支持，这点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你知道今年是大选年第二，他也要避免什么呢？中国议题成为他的负资产尤其是中美贸易协议本来是他的成绩政绩结果变成他负资产划不来，所以川普要避免这件事情那么从目前的政治气氛来说川普其实现在的时间窗口并不多如果他这个时候不尽快的行动，那么疫情会成为他的选情的破口会变成他的一个疫情这件事情会变成他的一个被攻击的一个破口那么当然从更大的范围我们来看看什么呢？看这次疫情对美国的影响非常大生命损失今天是关键今天是一个里程碑美国人已经损失了10万人那么经济损失我们就不说，光说人10万人在美国绝对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数字那么作为美国总统川普他没有什么行动，我觉得美国人就会鄙视他，所以川普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他要尽快的行动起来。所以我觉得明天开记者会有几个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今天美国疫情，美国的人口死亡人数超过10万这是一个时间节点。另外一个时间节点就是昨天这个叫什么？昨天这个全国人大闭幕，然后通过了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叫什么？叫法案通过了这个法案，那就意味着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发生了之前川普说大家等着这个星期会有消息那么也就是明天要开这个记者会，这两个时间节点是碰在一起的，所以它是明天这个记者会具有实际的意义，也有象征意义就是跟今天的这个数字是有关系的那么行动马上就来了这个《纽约时报》的消息美国政府计划取消来自7所大学的研究生访问学者的签证，然后原因是这些学生和学者来自的学院与军方有关系那么这些学校包括什么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大、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啊。那么这几个学校是跟军方认为这军方有密切的联系啊。那么涉及多少人呢？大概涉及3000到5000人。这些学生将会被取消签证，并且马上要离境啊。然后呢，在美国境外的中国学生就不能再回美国啊，再不能入境了。然后呢，报道说呢，美国政府啊，关于限制中国留学生签证的这个审议工作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美国官员说啊，我就把新闻跟大家播报一下啊。中国军方，中国的这些学校和中国军方之间的联系密切，军方会在学校里选拔可以出国的学生，给他们出学费，而且被选中的学生必须在海外替军方收集信息，其中许多人是在名气很大的大学啊，名气很大。然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认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受过基本的间谍训练，他们会收集美国的信息，并把这个信息传递回国。有一些学生毕业以后进入美国著名的科技公司啊，这让美国官员更加警惕。大概这件事情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是一个信号啊，什么信号呢？还有一个谁呢？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奈尔是谁？就是赵小兰的老公啊，警告啊，他说今天说的啊，在香港问题上，中国不要玩火。他说，如果中国以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方式暴力镇压香港抗议的民众，他将建议川普总统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啊，包括驱逐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啊。中国留学生现在成为什么？现在成为中美对抗中间的一个魔星啊。这些人有多少人？36万人啊，36万中国留学生，他们将会面对一个比较麻烦的处境啊，中国麻烦的处境。今年4月底啊，参议员 Tom Cotton 禁止发出这个提议，禁止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啊。他说了一堆的话啊，我们就新闻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新闻啊，我们评价一下，限制中国留学生肯定是美国整个脱钩战略的其中一个环节啊。你说它不仅这个震撼力巨大，而且影响深远。那么你想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件事情就是实行留学生的政策。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一穷二白都要派留学生去。为什么？啥都没有啊，你不派留学生出去学习，你怎么弄啊？中国自己那多少年都没有完全没有停顿了，整个国家停顿了。你想想看，从1949年到1978年啊，这么长时间，中共在干什么？2个字，折腾啊！哪有好好的搞过教育啊？哪有好好的搞过科研？没有啊！所以派留学生对中国非常重要啊！留学生为什么非常重要？中国自身没有科研能力啊，没有科研环境和科研生态。科研是需要环境和生态的。为什么中国？你看从数字来看非常漂亮，这个论文发表、专利啊，然后这个科研的投入啊，它都扔很多钱，但什么情况？但是有没有是真实的效果？没有。为什么？弄虚作假成风，全是弄虚，从上到下都是骗。真正的有竞争力吗？没有竞争力。所以啊，中国非常依靠什么？
其实这些年中国非常依靠留学生，留学生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人回来了，把人培养出来了；第二个，带来了技术啊；第三个，带来了信息，技术、信息，这都是很重要的；第四个，带来了什么？带来了联系啊，这是一系列的东西，一串的。留学生背后有一大串的利益在后头。除了挣钱啊，挣钱也会挣钱，挣钱也是一门大生意，留学生绝对是门大生意。但是真正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首先是人才，然后是技术，最新的技术，然后是什么？信息，信息很重要的，朝这个方向发展还是朝那个方向发展？你是到底是走晶体管还是走半导体？结果你走了，选了晶体管，完蛋了，跟苏联走，肯定是完蛋了。这个世界是半导体的世界，所以这个信息很重要的，还有联系，你知道谁在干什么，谁在研究什么，你想搞这个技术，你知道谁在哪里，谁在干什么，这个非常的关键，你还而且认识他，这多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留学生在中国追赶世界的这个世界的科技的前沿上面起的是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呢，美国的脱钩战略肯定有一环是什么？就是留学生政策。留学生政策一定会开刀的，只是早晚的问题，只是先后秩序的问题。但是你现在看，今天我们出来的新闻是什么？先拿一部分来试一下嘛，看看效果怎么样呗。他切肯定是都不可能一刀切，先切一小块，有非常充足理由的，然后再慢慢切呗。所以我觉得非常清晰的是什么？美国毫无疑问的会慢慢的，也不会很慢啊，也不会很慢，收紧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啊，这个门是在关的啊。那么它的要达到什么战略目的呢？达到2个主要战略目的。第一个，切断中国科技的源头，中国的科技源头在美国啊，中国的科技源头在美国，把中间切开，那让你和美国的这个科技生态、科技联系切断啊，这人才、市场、资本全切掉啊，全切掉。所以你现在看，中国现在创投行业基本上是就不用搞了啊。现在中国的创投做这个投资这些创投行业的这个行业呢，就基本上不用做了。为什么？即将会变成没有源头的水源河流，就是它会干涸掉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战略目的。第二个，不用很久了，3-5年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在科技领域会被再次甩开啊，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把留学生政策切掉，当然同时科技战其实是在打的，跟华为啊这些都在打的，然后慢慢的把对华为的限制扩展到其他的领域，那就是科技战。科技战跟留学生就是教育科技两头同时进行的话，那中国那头就麻烦大了。就不用了，那就3-5年肯定明显的就甩开了啊，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我们从观察川普的行动来看啊，这一头香港是肯定是要出手的，这一头留学生的政策肯定是在出手的。9月份华为到期，应该就不会再续的了啊，不会再续的了。然后陆陆续续在制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哈？其实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公司的制裁名单好长一串，现在啊，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些科技公司慢慢的就会和什么
和美国的这些断开。当你断开的时候，你就差不多就没有往前走的动力的了啊。所以这个方向你可以看，川普实际上一下都没有停的在做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在发生啊，在发生。所以我们讲川普的这个脱钩战略，之前白宫的那个中国政策的这个报告啊，他不是仅仅是写篇文章应付国会的，不是的，它是个政策宣示，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吧，我们这个新闻我们就讲那么多，因为这个新闻还在持续的发酵过程，我们还会继续观察啊。那么讲回香港啊，有2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就是英国那边有一些实质性的行动啊，英国外交大臣 Raab 啊宣布这个 BNO 在英国停留时间原来是6个月，现在延长到12个月。而且他说呢，如果中国继续把这个港版国安法的这个动作实施啊，真正的实施的话，那么 BNO 就有可能会获得英国的国籍啊，英国的公民权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非常好的消息。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的发展。它在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宣布的结果，它是一个进程啊，进程就是英国开始支援香港人啊，这件事情第一已经发生了，第二它在持续的发展的过程啊，没有这么快有结果，因为它还需要一些安排，我觉得还需要发酵一段时间啊。发酵一段时间才会有真正的大家看到的结果啊，所以英国这边他们的确是开始行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需要一点时间。第三个，英国的这个行动非常重要啊，为什么非常重要？对香港的抗争来说，英国的支持非常有很大的帮助。一个是帮助香港的士气啊，如果英国人都不帮忙的话，那真的是香港人真的是很可怜啊。所以这是英国人就是应该站出来啊，英国政府应该站出来，英国人应该站出来啊，英国对香港负有道义的责任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英国提供的这些帮助真的有意义和有价值啊，因为其实香港人还是需要。如果这是当然是一个备选方案，就是撤退啊，至少你要给他留一条后路吧，啊，所以英国的这个安排其实是有价值的啊，对香港真的有帮助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一个让人高兴的事情啊。第二个呢，当然其实还有一点我一直想讲啊，其实我讲过，但讲不透啊。其实呢，英国人让香港人去英国呢，其实对英国只有好处没坏处。你想一下，香港人三观又正，跟英国还有联系，对吧？还有长期的联系。第三个，香港这些专业人士多啊，而且做事很专业。香港不仅仅是说专业人士，什么这些金融啊、这些保险啊、这些专业人士很多啊，而且他们有非常好的教育和专业素养，而且香港人做事很专业啊，很专业，不仅仅是这专业人士做事专业，就是这些做厨房的，你看看香港的做厨房的那多靠谱啊！其实香港人做事很专业啊，然后香港人很勤快啊，不吃福利，香港人很少吃福利啊，就是这跟一些其他国家移民不同，香港人真的很少吃福利的移民。还有一个，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香港人家底殷实啊，这都不是穷光蛋。当然香港也有穷光蛋，但是大部分的香港人真的会去英国的人，一定不是穷光蛋。所以其实给香港人提供帮助，
对现在英国经济来说，您想英国经济第一个脱欧就脱了一层皮，对吗？疫情又脱了一层皮，你来一个几十万香港的英式的家庭跑那儿买房子，对吧？这个安个家，这多大的刺激啊！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对英国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而且英国做这件事情理所当然，没有话讲啊，而且他有道义责任，又面子理智全有，所以对英国来说做这件事情只有好处没坏处。那么其实呢，我们讲真正应该抢这些我说的这些香港人的应该是谁呢？应该是新加坡啊。为什么？香港跟新加坡这个叫什么郁量情节啊？郁量情节几十年，大家竞争，一直在竞争，争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当然，新加坡也是个金融中心，但是跟香港没办法比啊。那么，香港现在出这种情况，新加坡应该好好的把这个香港人抢一下。为什么？你看英语差不多吧，对吧？然后他们的背景差不多，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吧，法律体系差不多吧，专业也差不多吧，所以英国就是香港和新加坡是有很多相似性啊，相似性。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香港人还是没那么喜欢去新加坡啊。新加坡不是香港人热门的移民地点啊，所以我印象中是在香港回归之前啊，新加坡曾经到香港去招募过人啊，我知道是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媒体行业招募过一批电视人才。其实你现在看，在新加坡，假如有人在新加坡，你在新加坡看到的这些电视剧，现在主要的骨干都是从香港去的，就是97前招了一批人去，还有一批就是媒体从业人员去了一批啊，去了2批。媒体这个行业，一个是电视拍电视剧什么的，电视台去了一批啊，就是电子媒体，还有一个是平面媒体，报社去了一批。但是他们都不是很如意啊，香港人还是不大习惯新加坡这种社会组织形态。香港人的生活形态非常突出，就是一点自由啊。英国人管制香港的2个特征，第一个法治，第二个自由，并没有民主，但是香港就繁荣了100年，所以香港人跑到新加坡去并不舒服啊，就是适应啊。但是香港人跑去其他地方蛮适应的啊，大概就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欢迎香港人的是哪儿呢？就是台湾啊。蔡英文总统28号表示，台湾当局已经启动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规划港人的居留、安置、照顾等进一步的协助措施。陆会主委陈明通表示，政府基于居留、安置、照顾3大目标，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由政府主导，陆委会跨部会整合，政府成立法人机构，执行整合民间跨部门的公私协力。政府编列预算啊，作为依据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其实我一直认为，台湾去收留帮助香港人，对台湾也是有好处，也是有帮助的啊。当然，一方面是我还是那句话啊，我还是觉得蔡英文总统应该感谢香港人，香港人真的为他当选。出了一把力吧，那句话非常震撼。我觉得香港人别的不说，就是一句口号，对蔡英文的选票有很大的帮助。香港人喊出一句什么话？就是在选情当中，就是我们只能示范一次，这个话说的真的是有血有泪啊！其实对台湾人是有很大的震撼的啊。所以蔡英文总统
呃，我不能说，我觉得帮助香港人，我觉得有充分的理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还是那句话，香港人不是包袱啊，香港人真的是值得大家帮助的人，因为他们真的是在抗争，给他们留一条后路，给他们提供支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我是这么说啊。那么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今天我看那篇文章，我也想跟大家聊啊，香港到底有多少财富，很重要吧？我们说外汇储备不算啊，外汇储备不算财富，香港有4000多亿美元的外汇财富啊，外汇储备啊，4700亿，我印象中不准确啊，4000多亿，4、5千亿吧，大概是。外汇储备不能算财富，外汇储备虽然是政府拥有啊，但是其实它是负债啊，所以外汇储备不能算财富。但是香港是一个很富庶的社会啊，它到底有多少钱？银行界曾经做过一个评估啊，香港有1万亿美元的财富啊，香港有1万亿美元的财富，但是呢，这1万亿美元的财富呢，不完全属于香港人。是怎么算呢？大概有4、6开吧，4、6开吧，40%是香港人，还有呢，还60%呢不是香港人，谁的？北边来的啊，北边来的钱啊。所以呢，其实呢，港版国安法出台，然后就是拆掉一国两制，然后美国呢要在香港和中国进行一场战斗啊，那么香港面临一个100年的变局啊，这种情况之下，香港人当然是忧心忡忡啊。另外还有一票人也是忧心忡忡，是谁？北方的香港北方的人，大陆的人啊，大陆的人。那么把钱放到香港的大陆人有哪些人呢？当然肯定有官员了啊，什么官员大家很清楚，我就不说了。第一是官员，第二个是商人，对吧？大概是这2种人吧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民间资本，这民间资本所占的比例就不会太大，大量的还是这些钱，这些钱是大钱啊，这些钱都是大钱。在香港上市啊，在美国上市的这些老板，他的钱都没有回去，都在放在香港或者放在美国，对吧？啊，所以担心这件事情的不仅仅是香港人，其实还是有大陆人啊。那么这些钱会往哪儿跑呢？其实呢，在去年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就有很多钱在往外跑啊，在往外跑哪里去呢？其实那个时候跑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是新加坡啊，钱跑的最多的地方是新加坡。为什么？大陆的钱喜欢往新加坡跑，其实大陆人还是比较适应这种新加坡这种社会啊，香港人不大适应，但大陆人比较适应啊，所以大陆的钱往新加坡跑得多，但是也有一些大家族，就是香港的那些老钱在往新加坡跑啊，大概是这样。这是一个，我们讲一个，就我认为有趣的议题，跟大家报告一下。还有一个，今天李克强记者会啊，有一个议题，其实我上午想说，但是没有时间了，我就没讲。我今天还是要讲一下。李克强记者会里面有一个发言啊，我提问到就是关于这个扶贫的问题啊。李克强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块钱。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啊，这话说的，然后怎么样保证那些困难群众和受疫情影响新的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我们应该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我们采取的纾困政策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用于保障
基本民生的啊。这话说的冠冕堂皇，其实不经一驳啊。为什么？因为我都说过，中国在整个的疫情给老百姓的补助总共才20亿，我们算过这个账，这是民政局自己说的，全是如果他讲的这些话后面没跟着钱的都不算数，所以李克强讲的都是放空炮。但是前面有价值的话是什么？其实前面有价值的话是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中国有6亿人口，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块钱，6亿人。那么按照李克强讲的这个话啊，2019年中国这个人均 GDP 已经过了1万美元啊，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人均可支配的收入超过了3万人民币。那么也就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啊，你已经人均 GDP 已经过1万美元了啊。那么世界银行的标准划定中等偏上国家的这个贫困线是多少？人均生活费每天人均生活费是5.5美元啊，5.5美元，也就是说一个月是多少钱？165块美元啊。那么如果按照李克强月均一个月的收入是1000美元的话，那么也就是1000美元大概是140美金吧。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算的话，那么中国贫困人口有多少？6亿啊！所谓的小康社会，这一下子就啪就爆掉了。所以李克强泄露国家机密了吧？啊，我就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很震惊，因为我们没有想过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均一个月收入1000块钱人民币的人口有6亿，很震惊啊，很震惊。好，我们今天主题有点杂啊，因为我想说的太多，所以我就比较杂啊。但是呢，每一个新闻点我都觉得有价值啊，所以我总结一下。第一个，今天的主题就是中国的留学生政策将遇到美国脱钩战略的挑战，那么中国留学生未来一段时间会遇到很多的麻烦。那么现在呢，在中国的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也好，正在美国的留学生也好，大家都要想办法尽快做出部署，特别是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我建议大家多去看看欧洲、澳洲、加拿大这些国家啊，要走的尽快走，那些政策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大家还是想走出国门去留学，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如果美国发生了一些这样的变化，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啊，包括日本啊，包括都可以考虑啊。所以美国呢，我就建议大家可能要选择其他的地方了，因为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你辛辛苦苦跑到美国来，过了半年，读了半年书，结果美国政策一变啊，你在这读不下去了，你又得重新找学校或者是回国，那我就觉得这个变故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你就考虑是不是去英国啊，去法国啊，其他的国家啊。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提醒大家，就是美国的脱钩战略，下一个目标就是留学生政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讲香港这边，香港的局势持续发展。那么两个好消息，一个就是英国，一个是台湾啊，在向香港抗争的香港人提供支援啊，这是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就是李克强讲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就是中国有6亿人，一个月的收入1000块钱。那么其实这6亿人就是贫困人口啊。那么所谓的小康社会、扶贫攻坚战，
打了半天，搞了5年时间，搞的这个结果啊，我觉得这是有政治后果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点赞就在下面啊，不复杂，就在下面，哈哈，请大家点个赞啊。点赞是我们抵抗限流、抵抗五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啊。我希望大家给我们支持。好吧，那么我们现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请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好，我们现在明谢一下啊，明谢胖爸爸代孕，谢谢 Christine 钱，谢谢阮光能，谢谢啊，张永忠，谢谢廖双双，谢谢自己的学校上榜了啊，当年毕业的时候出国和去外企的人数就明显比其他学校少很多，很多人都是去政府背景的。本来想说看学校不如看专业，但又一想，我一个计算机系的做的毕业设计也要挂个军方的 title，OK， 好吧。林建辉，谢谢 Rick， 谢谢，看您的节目受益良多，我的股票受损，有心无力支持。现在慢慢恢复，今天赚了笔小钱，今天也是我的生日，请你吃一块蛋糕，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啊 ，Rick， 祝你生日快乐，说好重要的事情说3遍啊，程序，谢谢，感谢王先生一直以来对财经以及时政的及时报道以及解说，一杯咖啡聊表心意，谢谢你的心意，谢谢，我收到了。单里蛙，谢谢 LLYY， 谢谢 Jamie 张，谢谢 Mike 朱，谢谢司徒平，谢谢 One Day at a Time， 谢谢王先生、美西，感谢你们辛苦的付出，为香港人加油，东方猪猪的光芒永远不会消失，谢谢你。好，我们现在讲啊，现在进入互动啊，消息。美国针对这几所学校申请美国研究生以前就很严格了，不过只是针对某些专业或者某个方向。我认识一个哈工大的毕业生，他申请加州一所高校的流体力学方向硕士，他连续申请了3个学期都被录取，不过每次签证都被拒。后来去了香港，他跟我讲过，他本科导师就是军工项目，所以以后就会更难。所以以后会更难了，是的，以后不是更难了，以后是没有可能了。就是以后，他这个新闻讲得很清楚，就这7所大学的不要去申请签证，不会批的，直接就会拒掉啊。观点：马云、马化腾、李彦宏这些人不曾来过美国的话，中国的前几大上市公司都没有诞生，不包括马云。不包括马化腾啊，你相信吗？马化腾是深圳大学的啊，真的啊。提问：老师觉得对在美的香港小朋友有影响吗？我知道美国学校的记录一直对香港小朋友有备注。去年香港出事，很多学校都单独发 email 约香港的孩子们，关心每个学生的心理状况。我自己收到 email 也很惊讶，我认识有人心理真受影响，教授不了解香港，于是学院就直接替他解释。我相熟的教授也不时地问我心情如何，我妈都没有这么问过我。OK， 肯定会有影响啊，肯定会有影响，除非他完全跟香港断绝，但是我觉得不可能。不可能。怎么说呢？别说香港的这些读书的孩子，我们自己，你想一下，我连续看3天香港的新闻，我都抑郁，真的。你看的天天那些孩子在马路上，又是催泪弹，又是棍子打的那个样子，所以
他们心里有影响，一定会有的啊，一定会有的。所以我觉得要做一些心理的疏导啊，特别是做家长啊，一定要做一些心理的疏导，帮助他们走出来。我自己走出来也不容易的啊，所以我大家看见我，我要给大家一个正面的不是形象，其实是正面的信息啊，就是我们还是要有要有希望啊，我们要心怀着希望，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往前走，我们不能够沉浸在这种情绪当中，否则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态啊，所以我也是希望你能够用这种心态帮助小朋友走出那种情绪来，好吗？啊。情况，北京的小学现在新增道德法治课，将在这个学期语数外同列为主课。虽然提到法治，但就是实实在在的洗脑。明白的家长回家都会告诉孩子，那都是假的，但对孩子三观影响太大了。这种教育行为在未来会引起更大的对立矛盾。我们孩子是未来，这种从小培养粉红的行为丧尽天良。是的。观点看到微信群里国内朋友讨论把大学加入实体名单是对学术开发的侵蚀，我就怼了一句：先把党支部从大学里移除了再说，鸦雀无声。你真是狠，你真是狠。观点，王先生好。上午看到美国政府可能驱逐中国留学生的消息，原本以为我会开心，可是在那一刻我怎么都开心不起来，高兴不起来。我不认为所有的留学生都是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大部分还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和抱负来到美国求学，没想到成为一个做皇帝梦的包子的炮灰，就像文革那一代人一样。这轮回让我不禁感到绝望。这时记起来您的一句话，我们要抱有希望。说得对，希望就像黑暗中的曙光，假如人人都传递希望，光明终将会照亮中华大地。是这样的啊，其实我看到这条新闻，我心里也是很沉重的啊，因为你要知道，这些留学生跑到美国来求学，多么不容易呀，对吗？对不起，多少梦想，他们身上承载了多少人的期望，结果就因为一件这样的事情，他们的梦想就会破灭。所以我真的，其实我今天不大想讲这条新闻，因为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忍得住。我认识蛮多这种人，而且我有很多同学在这些学校，我有很多同学毕业自这些学校啊，我知道这些人不是所有人都是间谍，当然不是，但是他们变成了炮灰啊，他们变成了牺牲品，这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又不能讲，美国政府的行为不对啊，因为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啊，这是的确也是有问题。你想千人计划这都是有的，我们很清楚，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很清楚中间有什么猫腻，所以这是一个悲剧。你看从哪个角度说，从这些留学生的角度来讲，那真的是天都塌下来，是吗？特别是那些辛辛苦苦来自农村的孩子啊，别说来自农村，就说来自小县城的孩子，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改变他的命运，但是没想到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把事情都办好了，可是就这样子，所以我是没绷住啊，没绷住，对不起啊。
我怎么说呢？其实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准备这些材料的时候，我就想，其实我就想着一个个那些在各个学校里的这些中国留学生啊，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就有点像我当初在做香港的节目一样，不仅仅是我讲的这7所大学的学生，其实我们可以可是我不想说，其实我是不想说的。我们可以预见到美国的留学生的政策会越来越严。什么叫越来越严？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其实就是这个门在关起来。我相信有很多在美国的留学生没有办法完成他们的学业，他们辛辛苦苦花了钱、花了精力、花了时间在这件事上，可能他拿不到他的学位证书，他可能会中断他的留学，这是一个多么让人伤心的事情。这有多少人？我不说36万，我不说1万2万，你说就算好几千人，也是多么伤心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呢，你要是不说，我就不想说。可是你说了呢，我也忍不住要说出来。所以请各位在美国的留学生们，请你们好好的保重自己，尽快的去做一些安排，继续追寻你们的梦想。我真的是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平安，好吗？观点：很多人以为贫穷就是饥饿，衣不遮体，无房无车。其实，能够在解决温饱的情况下，最大的贫穷是精神上缺少信仰，价值观落后，信息来源单一，爱与善良皆被漠视。是的。观点：佩服香港人敬业乐业的精神，大陆人普遍心浮气躁，高不成低不就，包括我自己，好吧？香港人真的是华人之光，内地人需要的就是把每件事情认真做，做到专业的态度啊，是这样的。谢谢王老师为我们带来客观有价值的观点。作为觉醒的90后，很多次向身边的朋友解释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却好像觉得事不关己，认为离他们太遥远。这让我更加觉得未来的黑暗，因为我们身处独裁的体制之下，为了维护稳定，他们的洗脑程度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但无论如何，我会继续向身边的人心平气和地讲述真相，告诉他们香港的青年究竟在抗争什么。向王老师致敬，香港加油，期待民主的光芒照耀中华大地。是的，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提问：请问，如果美国进一步出台针对留学生的政策，那么英国和澳洲方面也会跟进吗？是否会有更多的留学生选择澳洲和英国呢？我觉得会选择其他的国家吧，这很直接的反应嘛，是吧？如果你是正在美国的留学生，你怎么办？或者是你准备要考留学生了，你会选择哪里？我觉得尽量避免美国吧，是吧？你说呢？坐标上海，今天我想借王老师的平台向香港同胞道歉。过去在官媒的宣传下，我曾经对香港同胞发表过不太客气的言论。在翻墙后，我了解到香港发生的事情，我对我曾经发表过的错误言论深感愧疚。祝香港胜利，谢谢你，谢谢你啊！你的明白就是一切啊，这不用道歉啊，真的不用道歉，这对这个世界来说是一件好事，你给大家带来了一件好事，这其实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啊。提问：李克强透露这样的数据，不是揭自己老底吗？请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王老师能分析一下吗？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吧，因为我是节选了他讲话的其中一段啊，他是讲他们现在政府在疫情的
救助过程当中做了些什么，其实他是在形容他们面对的很大的困难，因为实在是有很多人有困难，结果把这数字讲出来了啊。但是呢，我觉得我知道他们有另外一个解读，什么解读呢？中国就会讲，当有人讲出我说的这番话的时候，我都知道他们会怎么解释啊。那是这样的，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个中等收入的国家来那个收入来比，我们要用发展中国家，那就低很多的哦，大概会是这样。但其实呢，当你吹牛的时候，他吹牛的时候呢，中国就是很厉害的国。当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它就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它就是中国就是有个弹簧门啊，就是两边弹来弹去，大概是这样啊。观点同意王老师所说，香港国安法是去年19届四中全会加强治理议题时定下的，也不管这半年发生了各种重大变化。不重新评估就推出了，没有所谓的战略远谋。这和一尊因随口一句垃圾分类是新时尚而推行垃圾分类，包括这几年各种政策如出一辙，感觉现在体制内不少人连基本的判断力都丧失，只是无脑的层层执行要求，当然也会打折的执行，所以雄安之类2-3年之后就几乎不了了之或者逐渐变凉。要件件事情办砸也是挺不容易的，真是佩服，是这样的啊。观点：美国人只有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有智慧，一眼看穿中国人几乎全部都是潜在的间谍。中共有法律，在外国的中国人有义务向国内提供他国一切信息，只要找到你就要提供所掌握的一切资源信息。美国人在为了经济利益出卖美国，真是没得救了。中国不可能实现民主、博爱的普世价值。中国人基因里就不存在，权力是个好东西。中国人无论谁当政都会独裁，毋庸置疑。满嘴喊民主的中国人一旦得势，一样称帝，对吗？大家觉得对吗？有对有不对啊，有对有不对。我同意一半，同意一半什么呢？同意一半是，中国人一旦有条件，他也会当皇帝啊，这是中国人会干的事情。但是呢，人类社会还是在往前走的啊，往前走的。我不觉得中国人一直是这样啊，我觉得中国人会变，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改变，他的想法也会变。但是有些人是不会变的，因为他有些想法在他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了。但是有些中国人已经开始变化了，所以呢，不能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但是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这是没错的啊。提问：香港的明星还有不错的人设和人气的，为什么不见他们为香港发声？那你要问他，不能问我，是吗？观点：我们几个学生是生在北京的外地人，在北京无法读高中，在家里卖掉房子供孩子到美国读书，他们通过学习每天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努力成为世界的中国人。如果这些孩子被送回国，与当年不给犹太人庇护何异？香港青年是希望难道大陆就没有心存自由理想的人吗？战争确实会死人，但岂能乐见于此？让一个10几20岁的孩子做苏菲式的选择，这不仅是罔顾事实，更是一种道德的无能和堕落。非常对的质疑，非常正确的质疑，非常有力的质疑。提问：今天闭幕的两会还包括对民法典的一些修改，其中讨论最多的是离婚冷静期和计划生育的取消。请问王老师有什么看法？我没什么看法。为什么？因为我没看，我的关注点没在那里，所以我没有看这些新闻，所以我答不了你。等我回头有时间，我会回去看一下，因为最近实在是新闻太多了，好吗？抱歉。
观点第三等的自由是选择的权利，选择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选择你的生活方式啊。第二等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思想可以洞穿时间、空间，是善是恶随你心情。第一等的自由是你自己可以随时和自己在一起，忠于自己，哪怕短暂的被某种思想绑架，也能在某一天清醒过来，和自己聊一聊来龙去脉。非常棒啊，非常棒。情况很多洗脑视频之所以有大的播放量，是因为看这些视频是各大学校的政治任务，还有班里交照片上缴，学校里统计照片，按头洗脑的工作做得滴水不漏。中国学生在国内被按头洗脑，出了国被人怀疑是间谍，我们的学生真的是走了地狱模式，真的可怜。观点，王老师不要哭，不在乎人权、民主和自由，那只在乎眼前利益的人，总有那么一部分会遇到党国给他们挖的坑。过去的右派分子、臭老九上山下乡，现在的留学生、留学英语培训、移民咨询、出国旅游的人会失业，也是那些受害的人群。上帝要唤醒你，必让你浴血才能重生，就如同香港人。只有大部分人受伤才会反省，这是必经之路。本人也遇到过坑，因此铁了心移民。加油，大家共勉。要听一下前面那个网友的声音，好吗？建议已经在美的留学生尽量去中国人少的学校、社区、地方等等，这样才容易融入当地，语言学习、人际关系都容易被接受。也会变得不粉红，认清自己，这不一定啊，这不一定啊，就是说一定要去中国人少的地方，不一定啊。你在唐人街都可以选择不粉红的啊。融入当地不是说要跟大家打成一片才叫融入当地。美国的生活方式不是要你融入当地啊，美国的生活方式不是让你必须融入当地，不是这样啊！你可以保持你自己生活方式，你愿意跟谁就跟谁，而且你自己保持你自己的生活方式，跟谁都不来往，跟谁都不搭界，这就是美国的价值观，这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而且我还要纠正大家一个观念，这就是美国的主流。美国的主流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保持你想要的生活方式，谁都改变不了你，你就是美国的主流啊！不是说大家都这么，我周末去烧烤，下个星期去游泳，我在家里叮叮敲敲，这就是美国主流，不是的，就是你自己独立自主的生活，这就是美国的主流，任何一个人都是主流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鸣谢一下。says 洗本来满手的好牌，躺着坐着都会赢，结果不光打得稀烂，还要掀了牌桌，砍了牌友，砸了家具，毁掉整个房子，又把整个小区点着，现在还要把自己的右手砍断，这智商啊，你也太传神了吧。彭维光替国内无法付打赏的朋友袁先生付的，谢谢朋友光，谢谢国内的付先生袁先生，谢谢。亚西里洛伊亚西里谢谢。坐标墨尔本，请王老师喝咖啡。请问如果美国对留学生下手，其他五眼国会跟吗？我觉得有可能会跟，但是没那么快吧？你说呢？啊 ，Jackie Lau， 谢谢，请美西喝杯茶，美西喝杯茶哦。Wilson 哈，谢谢 David， 谢谢马宁，谢谢，感谢王舍对经济高水平解读。另外，我的一位朋友说，他特别同意您对中医的观点，
有些人不同意的啊，我只是个人的看法啊，好吧。庞红，谢谢。应润东，谢谢。问题：听别人说今天公务员部分岗位不招海归，这是今年独有的还是往年就有了？哎，这我不知道哎，不招海归。今年公务员岗位还招吗？还有公务员岗位吗？我不知道，不过应该有，否则的话怎么行？但是今年再招公务员养得起吗？现在公务员我觉得未必都养得过来，不知道。现在我这个对公务员招公务员这件事情我不了解啊。AZza 谢谢 ，Very TI 谢谢 ，Firework F 谢谢 ，XYZ 谢谢 ，Call 杨谢谢，情况坐标美西，老公是医生，上周接诊了一个新冠阳性的病人，他下周一去检测。我不怕生病，但很担心因为航班取消3次而滞留在美的妈妈，也担心离我家不远的婆婆。希望王先生给我们一家鼓励，渡过难关。我妈妈很喜欢王先生的节目。call 杨，谢谢谢谢你我希望你们家能够真的能够，广东话怎么说，大一波难过就是能够跨过这个难关。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乐观不一定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还是乐观从事为好，好吗？谢谢你Simon Lin 谢谢，王老师加油。Firework F 谢谢，观点：现在留学生两边不是人，在外被排挤，回国被仇视。现在尤其是学工科的留学生，出路在哪？尤其还是电子工程这种敏感专业，国外工作很难找，回国怕被文革，是有难度是有难度。现在留学生真的是有难度，而且花了那么多钱。但是我觉得有2点，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留学生也好，留学生的父母也好，也考虑。第一个，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放下。但是有一样东西必须坚持，就是把学业完成那么不管是在美国也好，还是什么情况，先把学业完成，完成不了，去其他地方把它完成。不管怎么样，把这个工作做完是一切的前提，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虽然大家说里外不是人，但也没有那么差也没有那么差。我觉得大家诚实做人做好事做正确的事情，诚实做人，做正确的事情，认真的把学业做好，这样的孩子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用太担心。我认为是这样的只要先做一些准备把事情看清楚，然后提前做安排就好了不用太担心。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是的，我们有些事情会发生我们没有办法逃掉逃避不了。有些事情一定会发生，我们逃避不了，没关系。那我们就提前做一些准备我们坦然的做正确的事情就好了这个我觉得是这样。GM 谢谢。王先生辛苦，荣光必归香港，谢谢。王国平，谢谢。Minokichi 谢谢。坐标美西，想请问王老师，现在中美关系这样会影响为父母申请移民吗？谢谢王老师的节目，永远支持你。应该不会有吧？如果是团聚的话，应该不会受影响。它受影响的主要跟什么有关？跟技术、跟科技有关。如果是这个，我觉得影响应该不会太大。W Super 谢谢，看了你上一期的节目，东京南接香港，日本人排外，但疫情的补助对外国人同样给了10万，也表明态度了吧？是的。Jackie Lau 谢谢。王先生辛苦，香港人永远不会向独裁专制政体屈服，香港人无惧风暴，即便将来会背井离乡，四散全世界任何角落，
都会为能成为香港人自豪，我们永远不会屈服。是的。Crane， 谢谢王老师对留学生的理解。来美留学付出了多少努力，过程有多崎岖，真的旁人是不能理解。我们应该反抗的是 CCP 和他的帮凶，而不是互相斗争。是的。WQ 除，谢谢。提问：国内朋友认为中国政府控制人民币汇率是很轻松的，国内不但管控往外汇钱，也管控从海外往国内汇钱，从而把人民币的数量控制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这个情况是这样吗？感谢王老师，还有管理员永远支持你。是这样的啊，任何一个中央银行，他想控制它的外汇都不容易啊。为什么？如果是一个自由波动的汇率啊，那么就是或者是我们讲是可兑换的货币，那么外汇市场的力量是很大的。中央银行可以做一些调控，但是本质上来说还是由市场决定，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人民银行中国是一个有管理的汇率机制。有管理的汇率机制是什么？就是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它会去调控汇率啊，这是没有错。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民币的汇率受什么影响？受两件事情影响。第一，受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的影响；第二，受国际收支的影响。这两个影响比人民银行的力量大，人民银行只能顺势而为。长期的价格错配，人民银行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可能是什么？可能是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说人民银行可以很轻松的控制汇率，我觉得一点都不轻松啊，特别是现在啊，一点都不轻松。张思佳，谢谢张思佳，谢谢。情况：我是美国毕业的博士生，我的母校现在招生都很困难，原来要 GRE 和托福，现在都免了。招生很困难，因为留学生少了，是吗？还是因为疫情 ？Elsa G， 谢谢。误伤其类，如果晚出生几年，我现在可能也会碰到这种情况。全家支持出国留学，未学成就被中共拉下水，多年辛苦一朝破灭，这就是中共邪恶之处，强行绑架10多亿普通人的命运。好的时候好处是中共的，坏的时候受伤的都是普通人。中共官员高层不会伤到分毫，真的很无耻，是这样。萨库贾，谢谢，请王老师喝乌梅茶，谢谢。Carl Wang， 谢谢。清茶一杯，辛苦先生。隋炀帝14年就败给隋朝，会不会我们也很快CCP 早死，整个民族早超生呢？我不想说这样的话，好吗？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请大家点赞哦，下个节目再见，谢谢。